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？当你看到别人升职了、创业了、结婚了、出国了，心里就突然涌起一股焦急。我是不是落后了？是不是该做点什么？你不确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但你很清楚一件事：我不能慢下来，因为世界好像都在奔跑，而你只能拼命追。但亲爱的，别人的快不代表你就该加速。每个灵魂的节奏本来就不同，有些人是朝阳型的奔跑者，一开始就跑得很快、很亮、很用力；有些人是细水长流的行者，他们可能走得慢，但一步一步，稳稳踏实。你若总是把自己的节奏拿去和别人的速度比较，你只会越来越远离自己。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积极，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人生的窗口，是不是该逼自己走快一点，再努力一点。但你忘了问最重要的一句话：这真的是我想要的路吗？你可以选择快，但不该是因为恐惧落后而加速。你可以选择慢，只要你是在倾听内在的节奏前进。因为真正的成功不是跟谁比快，而是你有没有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。你若为了迎合他人的步调，而错过了与自己对话的机会，那你可能会走得很快，却迷失得更深。生命不是一场赛跑，它是一次深刻的回家之旅。你不是来和别人同步的，你是来和自己对齐的。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快速前进时，请不要立刻逼自己加速，请先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：我现在这样走，真的舒服吗？我是在往我想去的方向前进吗？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走得跟别人一样快，你只需要走得跟自己的灵魂一致。而当你对齐了那个内在的节奏，宇宙会自然为你安排刚刚好的时机，刚刚好的贵人，刚刚好的风景。那些看起来比你早抵达的人，或许只是在他们的时区里刚好到了，而你也会在属于你的时区里刚刚好的抵达。这份刚刚好从来不需要加速换来，它只需要你有勇气放慢，有耐心等待，有信任让一切自然发生。你的人生不需要靠快来证明有价值，它的价值来自你是否活得真实、踏实、自在。所以请记得，别人的快不是你的压力，而是提醒你，请回到你自己的步伐。因为你所有真正该经历的，不会因为你慢了一点就错过，只会因为你对齐了，刚刚好发生。你花了很长的时间，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必须赶上的奔跑，你习惯性的往前冲，追着别人的进度、别人的标准、别人的期待，一边跑一边怀疑自己：我是不是太慢了？是不是应该更努力一点，更成熟一点，更有成就一点？你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你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追不上了。但亲爱的，你真的慢了吗？还是你终于愿意，忠于自己的步伐？这个世界习惯用速度来衡量价值，越快的人越被称赞，越早成功的人越被仰望。但没有人告诉你，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节奏。你的慢不是落后，是你终于不再为了迎合谁而奔跑。
你开始学会倾听，开始懂得等待，开始愿意停下来，感受自己的呼吸、渴望与节奏。那不是懒惰，也不是逃避，那是你对自己的诚实。你终于不再逼自己赶路，你开始学会走路，用属于你的方式，一步一步走过生活的高低起伏。你开始明白，比起快，更重要的是清楚自己为什么出发。因为你知道，再快的速度，如果走错了方向，也只是更快地远离自己。你开始懂得欣赏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，懂得在还没完成的当下，也给自己温柔与肯定。你愿意给自己时间，不再要求自己赶快变好，而是慢慢变深。你不再追求成为别人眼中理想的样子，而是一步步活成自己心中真实的模样。这样的你也许慢，但你踏实、清醒、自在。你终于在走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进度表里。宇宙从不急，它永远按照灵魂的时间运作。当你开始尊重自己的节奏，你会发现该来的缘分没有少，该遇见的机会都还在，只是他们在等那个真正准备好、真正回到自己的人。你不是太慢，你只是现在终于愿意不再假装坚强，不再逞强加速。你愿意承认，我可以不急，我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前进，我值得用爱与耐心陪伴自己经历一切。这样的你，频率是稳定的，是真诚的，而宇宙会在这样的频率里，悄悄地带给你所有你该拥有的丰盛与答案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你不用加快，你只需要继续忠于自己的步伐，因为这条路是你在走，不是为了超越谁，只是为了终于遇见完整的自己。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？走了好远，却总像在原地打转，选了一条看起来对的路，最后却发现那不是你想去的地方。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，是不是浪费了时间，错过了机会。你责怪自己怎么没早点看清楚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根本没有方向感。但亲爱的，每一条你以为的绕路，其实都在替你准备一条真正能带你回家的方向。宇宙从不让任何经历白白发生。你走过的那些不确定、迷惘、错误、跌倒，不是为了惩罚你，而是为了帮你看清，你真正想要的不是那里。你不是走错路了，你只是在生命里绕了一个圈，为了更深地认识自己，为了更清楚地辨认出那条通往灵魂的路。有些路，当时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走，回头看才明白，原来那段绕路是为了遇见某个人，为了明白某个价值，为了学会放下某种执着。你也许曾经跌进错的关系，曾经选择不适合的工作，曾经待在让你疲惫的环境太久，但就是因为那些错位，那些迟疑，那些不属于你的地方，你才能辨别出什么才是真正让你安心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叫做你自己。你不是绕远路了，你只是在累积回家的智慧。你一路上捡起的每一个碎片，都在替你拼出自己的地图。没有那段错的经历，你不会懂得珍惜对的感受；没有那段远离自己的日子，你不会知道回到自己有多重要。
你越是绕路，越能走得稳定，因为你学会了分辨，学会了不再急着向前，而是愿意停下来倾听。你开始不再问我什么时候会到达，而是开始问我现在走的是不是忠于我心的路。当你这样问，宇宙就会用一种你想不到的方式引导你转弯、转向、重新选择。有时候它让你停下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它想给你一条更适合的方向。你越信任，越能明白绕路不是迷路，而是宇宙在替你排除不属于你的目的地，只留下最适合你灵魂成长的那条道。当你不再急着赶回去，而是安心地走回来，你会发现，原来所有的绕路都不是浪费，都是准备。准备你成为一个更理解自己、更懂得选择、更能爱的人。这样的你，才是真正准备好迎接回家的时刻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不要再责怪自己走过多少错路，请你深深地感谢那一段段绕远的旅程，因为它们一点一滴都在为你铺出最真实的归途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努力了，却毫无进展，事情卡住了，灵感没了，方向模糊了，就像人生按下了暂停键。你试着推动自己继续向前，却越用力越无力。你焦虑、沮丧、自责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但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每一场你以为的停滞，其实都是灵魂的整合期。你不是倒退了，也不是停止了，你只是来到了那个灵魂必经的片刻，需要安静，需要沉淀，需要重新对齐。这不是一段失败的空白，而是一段深刻转化的酝酿。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，但内在正悄悄地改变着。那些你以为已经跨过的伤口，那些你曾压抑下去的感受，那些你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选择与失落，它们都在这段停下来的时间里，慢慢浮出来，要你正视、理解、整合。因为你正在蜕变，而真正的蜕变，从不是热闹的改变表象，而是静静的从内部瓦解、重组、重生。这个过程会让你不安，因为它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靠行动填满。它需要你学会一种全新的信任。信任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正在发生最重要的事。你在学会不再从外在找答案，你在练习与自己的节奏对齐，你在清理那些已经不再适合的能量，为下一个更宽广的自己腾出空间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责怪自己怎么停下来了，请你允许这段沈默发生，允许这段静止发光。这是你和自己靠得最近的时候。你可以不用向任何人证明你有价值，只需要真诚地陪着自己穿过这一段寂静。当你这样做了，你会发现灵魂在暗处默默地整合了很多东西，更深的理解，更稳的信念，更广的眼界，还有一份前所未有的清晰与自由。而当整合完成的那一刻到来，你会自然地感受到能量的推动，你会再次充满灵感、动力、渴望，你会再次启程。但这一次，你不再是从空缺出发，而是从完整出发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当你再次来到一场停滞，
请你记得，这不是人生的空白期，这是灵魂的整合期。而你不需要急着回到状态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，人生要成功，就得跟得上，跟得上课业，跟得上竞争，跟得上社会的节奏。然后长大了，我们还是习惯性地看着别人的脚步，谁升职了，谁结婚了，谁买房了，谁去环游世界了，仿佛只要自己落后，就代表不够努力，不够优秀，不够值得被肯定。你是否也曾在深夜质疑过自己？我是不是太慢了？是不是还不够成功？但亲爱的，真正的成就，从来不是你跟上了谁，而是你终于活成了自己。这个世界有太多华丽的标准，太多看起来应该达成的成就，但如果那些都不是你灵魂渴望的方向，即使你全都拥有了，心里仍会有一种无声的空洞。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活，你是为了体验自己而来。成就不是让你变得像谁一样，而是让你更像你自己。你可以选择平凡，却踏实；可以选择慢，却清醒；可以不炫目，却活得有温度、有意义、有自己。因为你的人生不是舞台表演，它是你与内在深处的一场真诚对话。当你越靠近自己的心，你就越能创造出只属于你的人生轨迹。而这样的轨迹，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，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。你敢不敢活得真实？敢不敢忠于感受？敢不敢说不给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与要求？当你开始这样活，你会发现压力少了，自由多了，不再是被动的追赶世界的节奏，而是主动的选择属于你的节奏。你开始理解，不是所有的闪耀都值得追求，不是所有的认同都需要拥有。有一种更深层的满足，来自于你对自己说，我喜欢我正在成为的样子。那一刻不需要掌声，不需要任何外在肯定，你就是完整的，值得的，有光的。这样的你，不再焦虑于落后谁，不再执着于赶上谁，你选择活得贴近自己的灵魂，那就是你最美、最强大的成就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当你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不够时，请你回到内心问一句：我是在为谁而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自己，那再快也只是流浪。请你慢下来，诚实的活，稳稳的成长，真实的体验，那才是你真正的荣耀。你曾经以为要很厉害，才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，要很懂事，很努力，很贴心，才能换来一句你真的很好。你从小被教会要表现好一点，成绩高一点，懂事乖巧一点，才会被肯定，被夸奖，被爱。于是你习惯了用冲刺来证明自己值得，用拼命来换取别人一点点的认同。每当被忽略，你就更用力；每当被否定，你就更想证明。你以为只要跑得够快，就可以不再被拒绝。但亲爱的，你累了吧？那种永远停不下来的疲惫，不只是身体的，还有灵魂深处的空。你一直在追的不是成功，而是爱。你一直想证明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存在的价值。
但你知道吗？你不再需要靠冲刺来证明自己了，因为你早就值得被爱。真正的爱不是要你完美才拥有，而是即使你有情绪、有不安、有脆弱，也依然值得被温柔对待。你不需要再拼命成为最好的那一个，你可以只是做自己，就已经很好。你可以累了就休息，痛了就哭，害怕就停下，而不是忍住、吞下，继续冲。你可以允许自己有起伏，有低潮，可以不懂、不确定，需要时间。你不必再因为不想让人失望而委屈自己，不必再为了被接纳而否定真正的感受。你越是放过自己，爱就越能靠近你，不是那种你的努力维持才能拥有的爱，而是你什么都不用证明，他就愿意留下的爱。那种爱是你先愿意给自己的。当你开始学会温柔地对待自己，当你在跌倒时不再苛责，在迷路时不再批判，你就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号给宇宙：我知道自己是值得的。而宇宙永远会回应这份确信。你不用再跑给谁看，你只需要站稳自己的位置。你的人生不是一场比赛，没有人在等你赢，只有你的灵魂在等你回来。等你回来，看见那个即使静静站着不动，也依然值得被深深爱着的你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了。你是完整的、珍贵的、刚刚好的。你值得被选择，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，而是因为你就是你。所以，放下那股急着证明的力吧，让爱流动，不再经过条件，不再需要交换。你本来就值得，你一直都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